运球就看 Uncle Joe， 战术就学 Coach Lu。大家好，我是非官方指定鲈鱼 Coach Lu，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作为一个赌徒，要么赚得满堂红，要么输得裤子都不剩。显然，快艇属于后者。无论如何，想要挽回面子，事实就是去年他们砸了2亿下重注，结果还是一无所获。首轮出局，输得彻彻底底。问题出在哪儿？当然还是归结到伦纳德身上。讽刺的是，上赛季他在常规赛状态火爆，打了68场，创造了自2016至2017赛季以来的最高出场纪录。但一到了季后赛，他又换成了一套熟悉的西装，坐在场边观战。严格来说，他也并非完全作弊上官。伦纳德尝试复出过，但效果不尽如人意。最令人遗憾的还是哈登，这明明是他最想赢的一季，却偏偏遇上了这样一个局面，实在是让人感慨。不过好在休赛期，伦纳德拿到了2年7000万的续约合同，第2年是球员选项，这算是老板给他的最后一点温情。回顾过去的5年，鲍尔默可能感觉自己像个活生生的冤大头，于是他决定痛定思痛，不再重蹈覆辙。上赛季中途，他给伦纳德提前续约，只能硬着头皮吞下这个苦果。到了休赛期，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再让保罗·乔治为所欲为。乔治想要顶薪，这事儿根本没门。经过一番博弈，乔治终于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在家乡球队拿到丰厚的合同了，于是索性打算前往费城谋求机会。乔治走了就走了吧，但他在休赛期还不忘出来抱怨，意思是我这些年为球队付出了很多，但球队根本不尊重我，甚至在背后捅我一刀，简直不可理喻。这话听起来很刺耳，但反过来想，你的公司如果业务骨干3天2头，在关键时刻掉链子，换作是你，心里也会有不满吧。失去乔治对快艇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虽然球队以2年9600万签下了尼古拉·巴图姆，从独行侠手中用3年3000万花来了小德里克·琼斯，甚至通过2年底薪签下了家暴小子小凯文·波特，但这3个人加起来也难以凑出一个乔治的水平。毕竟乔治是全明星级别的球员，是联盟中难得的侧翼精英，怎么能指望一些伪3D 球员、联盟老将和状态不稳定的球员轻松填补乔治离队后的空缺呢？这也未免太不把全明星球员当回事了。快艇除了签下上述3人外，还通过先签后换的方式从爵士那儿得到了克里斯·邓恩，并以3年1700万的合同将他收入囊中。穆罕默德·班巴的底薪加盟只能算是聊胜于无，毕竟快艇的新赛季中锋位置依旧会有祖巴茨牢牢占据。他刚与球队完成了提前续约，合同为3年5860万。除了乔治之外，其他离队成员还有拉塞尔·威斯布鲁克、梅森·普拉姆利和丹尼尔·泰斯。老3双王威斯布鲁克前往金块，与新3双王约基奇携手作战，而2位中锋普拉姆利和泰斯则分别落户太阳和鹈鹕，各自签下了1年底薪合同。至此，新赛季快艇的常规轮换阵容终于浮出水面。首发阵容将是詹姆斯·哈登、特伦斯曼、小德里克·琼斯、科怀·伦纳德和伊维查·祖巴茨。替补席上有克里斯·邓恩、诺曼·鲍威尔、阿米尔·科菲、尼古拉·巴图姆、小凯文·波特和穆罕默德·班巴。这时候，鞋王皮什塔克可能会不满地跳出来问：为什么没有我？对此，我只能说，塔克先生，请你冷静。球迷们都知道您精力充沛、雄心勃勃，但也请您尊重一下客观现实。看着这套新赛季阵容，即使是最有信心的快艇球迷也不敢轻易说出我们仍是航母这样的豪言。现在的快艇离航母远得很，顶多算是一艘航模。而更糟糕的是，这套阵容中还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隐患，那就是伦纳德的健康状况。表面上的报道是他的右膝有炎症，实际上从3月底开始至今，关于他的伤病一直缺乏明确的说法。特别是在他突然退出奥运会大名单后，这更是加重了人们的怀疑。我特意翻阅了过去1个月关于伦纳德的新闻，却没能找到半点有用的信息，只能说在保密这项工作上，伦纳德的确做得滴水不漏。由于缺乏确凿的消息来源，负责任的美媒纷纷选择闭口不谈，而那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则开始捕风捉影，妄自揣测各种可能性。赛季还未开始，快艇的前景便已经蒙上了一层阴影。伦纳德的情况尚不明确，这意味着新赛季带队的重担很可能要落到哈登的肩上。巅峰时期的哈登无疑是联盟中最具影响力的球员之一，无论他身边的阵容如何，他总能帮助球队稳住下限，带队进入季后赛。然而现在的哈登还是巅峰时期的哈登吗？显然已经不是了。刚过35岁的他，像詹姆斯、库里和杜兰特一样，年龄的增长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状态的下滑。同样处在职业生涯夕阳期的哈登，想要重新唤起巅峰时期的表现已经非常困难。从数据上来看，哈登确实有所下滑。在76人期间，他场均得到21分、6.4篮板和10.6助攻，真实命中率为60.6%，注失比为3.1。
来到快艇后，他的场均数据变为 16.6 分、5.1篮板和 8.5 助攻，真实命中率略升至 61.2%， 注释比提升到 3.3。 虽然数据有所下降，但如果你看比赛的实际表现，你不会觉得2023至2024赛季的哈登比2022至2023赛季的他差多少。哈登给快艇带来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这支球队多年来缺少一个真正的指挥官，而他的到来让球队变得更加有条理。那些他过去一直能够做到的事情，现在仍然能够做到，比如给中锋送出精准的传球，给前锋创造机会，推动快攻，找到底线的空切队友，进行聪明的抢断，以及依然高效的造罚球和撤步3分。这些能力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显下滑。然而，哈登这几年逐渐做不到的事情，下赛季依旧做不到，比如缺少突破时的爆发力，进入游击区的威胁降低，早已不是那个顶级的得分手。如今的哈登拿10次助攻，远比拿30分要容易得多。这种变化不知道算是值得称赞的成熟，还是令人遗憾的退步。哈登还是那个哈登，坏消息是我们不得不接受他退居2线的事实。哈登已经不再是球队的主力得分手，而更多的扮演起来辅助角色。好消息是哈登状态下滑并没有失控，而是相对稳定的停留在了一个水平线。可以说他的职业生涯呈现了一个 L 型曲线，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横盘期。快艇时期数据的下滑更多是因为他在球队的角色缩小了。在费城，他与恩比德这样的中锋得分手搭档，作为挡拆的发起者，拥有大量持球机会，自然能够刷出亮眼的数据。然而在快艇，两大锋线主攻手持球时间更多，哈登的球权减少，数据自然也随之缩水。这些变化在哈登的场均持球时间和前场触球次数上都得到了印证。责任越大，能力越大，哈登的生涯履历不止一次有这个特点。当面对独行侠的系列赛，哈登 carry 了2场，快艇赢得的正是这2场。而在其余4场比赛中，除了 G5 的表现稍显逊色，哈登整体表现的中规中矩，可以说是快艇在这一系列赛中表现最稳定的球员。对于一些球迷来说，carry 2场似乎成了一个调侃式的梗，但对于哈登的支持者而言，这仍是希望的象征，证明他依然有能力闪光，依然能够恢复往日的风采。不可忽视的是，哈登在快艇的火力输出得到了角色定位的压制。在整个常规赛中，他只有2场比赛得分超过30加，但到了季后赛，他就有1场33分，1场28分。回想去年对阵凯尔特人时，哈登曾单场砍下45分和42分，这种表现远超他在那一季常规赛中的任何一场。哈登固然以球霸著称，但他在火箭多年的大当家经历并没有抹去他的团队合作精神。即便后来在篮网、费城和快艇，他依旧能够与球队的原有核心良好融合，这归功于他愿意自我克制部分进攻火力，并主动转型为一名助攻手。哈登在过去几支球队的角色转变，展现出他在球场上不仅是得分机器，更有强大的组织能力。然而，这种转型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即在某些阶段，哈登会显得畏首畏尾，显得有些保守，而赛季结束时交出的数据也可能并不完全反映出他的真实实力。事实上，哈登仍有潜力在数据上打得更好。他在某种程度上做出了牺牲，尤其是在拥有多个持球手的球队体系中，他愿意放下部分得分责任，转而帮助球队以其他方式赢得比赛。但是不然呢？哈登的现状似乎让他别无选择，除了以更具合作性的方式融入球队。曾经那个以得分霸道姿态掌控比赛的哈登已经不复存在，如今缺乏持续高效得分的能力，让他必须依赖于团队协作，作为一个发牌手来维持生存。如果想继续以舍我其谁的得分方式主宰比赛，他已经力不从心。所谓carry2场只是偶发性的爆发，更多的是一种短暂的火力重现，而非持续carry的表现。在2023年季后赛，哈登2分球命中率只有 40.6%， 这是他职业生涯的最低点。突破效率低迷的趋势自21至22赛季起就开始显现，他的造罚球和撤步3分依然有威胁，但没有了曾经的突破能力。哈登的进步威胁大幅削弱，毕竟他在成为一名发牌高手、造罚球高手和外线射手之前，首先是个突破高手。而当突破不再是他最致命的武器时，哈登的威慑力也随之减弱。2024年季后赛，他没有一场比赛出手超过17次，即便在伦纳德受伤、球队急需火力的情况下，哈登也未能加大进攻产量。这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他或许已经无法通过提升出手次数来扭转局势。carry 2场只是他手感波动的表现，而当哈登竭尽全力时，他往往表现得更加不稳定。巅峰期的哈登能够带领球队赢下困难局面，而如今的哈登却更多的让人担忧他的不稳定会导致本应获胜的比赛失利。常规赛里，哈登作为一个低调的控卫维持了体面，他的角色已经转变为球队的辅助者，而不再是绝对的核心。这种低调让他和球队能够避免正面冲突，保全了各自的面子。然而到了季后赛，哈登不得不承担更多的责任，偶尔能够carry2场，
但难以维持。而一个无法真正撑起全场的哈登，面对的只是季后赛中尴尬的局面，似乎他争取的只是一个败方 MVP。因此，坊间调侃他未来的冠军梦大概率破灭，甚至有人戏言他将会转战中国，尝试带货销售来争当销冠。有趣的是，在 ESPN 最新预测中，西部三雄下赛季排名全部都在季后赛之外，甚至只有勇士进入附加赛行列，位居西部第8，而湖人则是西部第11，快艇西部第12。3支球队都有不同程度的问题，有的是核心离队，有的是放弃大量补强机会。3支球队的共性问题都是核心球员的老化。勇士的休赛期走一条相对保守的路线，没有盲目追求，更多的是阵容的填补与深挖。希尔德是廉价版汤普森，有传言说汤普森在巴哈马国家队诚挚招募了希尔德，梅尔顿填补了勇士后场防守的空缺，里凯尔是勇士非常喜欢的侧应型锋线，同时防着格林自爆。除此之外，勇士把宝压在了他们4少的成长。马尔卡宁风波闹了许久，爵士点名要波吉姆斯基，剩着3年新秀合同，勇士还没来得及白嫖，还轮得到你了。弄来马尔卡宁最大的麻烦就是得和他续约，然后库明加和穆迪也得续约。上赛季勇士西部第10，附加赛1轮游，在库里格林核心老化的背景下，争冠窗口越来越小，勇士老板可不是赌徒。从去年那一手乔丹普尔和克里斯保罗交易，新上任的总经理就一直在收拾着勇士的烂摊子。目前看来，没有急于求成，稳住了工资帽，同时保留了一丝实力以及一定的遐想空间。鲁尼减重，库明加不知道成啥样。而洛杉矶湖人选秀和选帅几乎完成了他们休赛期全部的补强，稳住詹姆斯，保住父子流量，曲线盈利也是一种策略。但这件事主要看詹姆斯的个人意愿。如果詹姆斯是真心希望湖人休赛期能够补强，能够引进某某某，那湖人管理层为何不早些跟詹姆斯团队商量降薪的事情？自由市场上有很多球员，而湖人给不了他们薪水的保证，自然湖人就不会成为如瓦兰尤纳斯这样球员的首选下家。4年3200万续约克里斯蒂，有人说给高了，但具备领防属性的3D在自由市场确实很抢手。这么想，湖人把东契奇作为后詹姆斯时代的追逐目标，怎么说也得给人家准备些3D 吧。总之，湖人还是那个看似跟谁都五五开的球队，哦不，跟金块依旧开。并面对现实 ，NBA 之所以独特，在于球队能否成功与老板财力是否丰沛关系不大。好比鲍尔默资产1000亿富可敌国，想当年纵横山海披荆斩棘，偏偏横竖搞不定一支篮球队。没辙，既然做不到猛火爆炒，短期内成功，那唯有尝试细水长流路线。快艇新球馆是建好了，装修的富丽堂皇，内部各种现代化，只是新赛季的快艇能拿出契合新球馆派头的战绩吗？难。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还没看够，想要了解更深度的战术分析，那就点点订阅。卢宇我期待和你一起长球。